在挑战一个保持了25年的世界纪录，世界上最小的喷气式载人飞机。很多人可能在007电影看过，詹姆斯·班德就是开着它逃离追捕。我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个由 BD5 飞机保持了25年的世界纪录，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以来难度最大的一个项目了。标准流程，先制作一台小比例模型进行试飞。这个是我们喷气式载人飞机的缩比例模型，然后第一次下水测试。第一次飞行直接倒扣在了水里，2个电条在水里面咕噜咕噜冒烟。第二次地面测试，终于是飞起来了。只可惜降落的时候直接分头行动，主要是这台小模型的机体强度没有加固好，加上在地面强行降落给导致的。反正飞行是测试成功了，稳定性完全没有问题，那么就可以开始全尺寸载人飞机的设计制作。这有一个核心的难点，飞机特别小，一般飞机都要有足够的机翼面积才能保证飞行有足够的升力，尺寸越小代表着飞行速度会越快。通过气动模拟分析，至少需要100公里每小时才能够飞行，那么起飞和降落的容错率就会特别低。就是因为速度快， BD5 在早期也是有极高的事故率，一度被称为寡妇制造机。我把它设计成水上飞机，就是希望水面可以更好的保我狗命。这台飞机的制作大量使用碳纤维，飞机小，对于重量控制更是严格，目前也只有碳纤维能达到足够的强度，而且能很好的控制重量。这台飞机我还大胆地使用了很多新技术，喷气发动机安装座是 3D 打印的，飞机的舵面连接铰链也是 3D 打印完成，替代了原本应该是航空铝的部件。舵面驱动是电控的舵机，你没有猜错，飞行用的还是遥控器。再一次帮你们实现了抱着遥控器开飞机的愿望，这次是真开飞机，而且是喷气动力，有开战斗机的感觉了。其实要让喷气发动机带着我起飞，我是犯嘀咕的。这个发动机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差，我亲眼见过不少涡喷航母空中熄火炸机，所以我是直接安装了2台。如果一台熄火，剩一台发动机也能单发迫降，不至于坠机。而且还另外设计了一个用来模拟风洞测试的车载支架，汽车带着飞机跑到巡航速度，来检查气动稳定性和控制有没有问题，直接把一台100多公斤、比车宽2倍的飞机压在车顶。同时要开到120公里每小时以上，飞机拉高了汽车的重心，还要确保横风气流也有足够的稳定性，这也是为难这台车了。这里要特别感谢极客提供的支持。车载模拟风洞测试，我们来到了神秘的湖南湘西，这里的边城机场有一条全长2000米的机场跑道，刚好可以完成全部的测试项目。先往后，先去车的后面，从后面往前上。这个框没打开来，锁没开。等一下，顶着那个了。好，放下来，放，关上。那边锁好了 ，OK。30，先20，先保持住20。20，我保持20。好，25，再加一点。30。我们就保持这个距离跟他们就行。
可以再加10。没有，他现在在测试。现在多少啊？40。再快一点。45。开着去，开着去。开着去，开着去，往前走。你们如果感觉不太对，可以慢慢减速。现在多少？ 50。啊，再提高5，55。 60。 再加5。 95。你靠前面，不然我就65了。啊，再加5到10的样子。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慢慢减速，慢慢减速。在跑道上进行了多轮测试，确定气动稳定性和升力都没有问题，最后决定进行一次无人抛飞测试。好，点火了。还有多长时间开始？啊，这边跑道比较短，你们注意一点。对。 70。80。96。好，可以。示范。好，全部人到我后面，全部人到我后面。上，不要往那个走啊！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要上马道，不要上马道。啊，我落地。要落地了，你们不要动，马上结束。不要撞上灯了，不要撞上灯了。哇！成功！我手有点抖，牛逼啊！然后现在这个试飞成功，明后2天我们就可以把座位改装一下，直接能上去开了。和预想的一样，飞行非常的稳定，成功降落在了机场的草坪上。在过去的10年里，我试飞过的航模不计其数，虽然大部分都是坠毁结束，但后来一直有一个宏伟的目标在脑海，用一台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环游中国，甚至环游世界。这可能有点遥远，那就先完成一些现在能实现的目标。测试。好的，收到。怎么样？这个飞行值不值得点个赞？有人可能会说了，你这飞得也不高啊。确实，这一次的载人飞行测试，最高的时候应该也就10来米，因为伴随着飞行高度的提升，危险性也会大幅度提高，所以我没有贸然的爬升。这台喷气式飞机的各项指标也确实超越了 BD5J， 甚至比蟋蟀飞机还更小。能有现在这个飞行效果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除去之前的2台地面效应飞行器，这一台属于是我设计的第1台载人飞机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你的支持对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